今天和大家讲一下，在美国投资的话，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投资品种会遇到的一些税务问题，主要呢涉及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个呢是你是否需要报税，不同的身份呢其实有些是不需要报税的。第二个呢是短期资本收益的话，它的税率是多少，怎么报税，其中呢还涉及到了 wash sale 的问题。然后呢是长期资本收益，它的一些税率状况。另外呢，我还要讲一下，就是股息收入、利息收入分别该怎么报税，特别是股息的收入。之后是亏损状况下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抵税的问题。之后讲一下省税的一些方法，特别是对于我们投资的人来说，怎么样省税。然后会涉及非美国居民的话，税收的状况。如果你有 WBEN 表格的话呢，那不同的收益的话，它的税率也是不同的。美国把它的征税对象呢大体分为两类，一个呢是美国居民，一个呢是非居民。美国居民呢，就是如果你是公民或者绿卡，那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天涯海角，不管你在哪里，都得给美国报税。还有一个呢，是你长期居住在美国的，它的判别标准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当年在美国停留时间超过31天，然后从今年开始算，往前3年累计停留时间超过183天，这3年是今年、去年和前年。这个计算时间呢，并不是说今年的时间加去年的加前年的时间连在一起， IRS 有一套它自己的计算标准，这个是参考的网站。停留时间的具体计算方式呢，是今年所有的天数加上去年的天数除以3，前年的天数除以6，然后再把这三者的数字相加，累计出来呢，如果说是超过183天，那税务意义上你就是美国的居民，少于183天就属于非居民，那这个就是网址。我们看一个例子，小明呢，他是游客身份逼问，在2023、2022和2021年这3年呢，在美国每年都居住了120天，那他是不是需要按照居民的身份来报税呢？我们算一下，2023年的话，你是逐日计算120天全部要算上，那2022年的话，你需要把120除以3，只计算40天。再往前一年120天除以6，只以20天计算，然后把这3年的天数全部相加，那等于180天，它小于183天，所以说小明的话是以非美国居民的身份进行税务的计算。刚刚说的这些，不管是公民、绿卡还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，你都要按照正常的美国居民的身份进行报税。那不是美国居民的话呢，它也分几种，一个呢就是你不住在美国，那当然就是按照非居民的，或者说呢你停留的时间没有满183天，也是按照非居民。还有一些特例，比如说你是留学生 F1 的身份 F2 的身份，或者说是访问学者 J1、J2 的身份，这些呢都是按照非居民来计算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居民的话，他是怎么报税的。那首先呢，就是你投资的品类不同，你所涉及的税务也是不同的。那我们分别来看短期、长期、股息、利息，还有你亏损的状况。之后我们再讲一些省税的方法。短期资产收益呢，就是说你持有这个资产的时间小于1年，不管说是你持有股票少于1年，或者说是房产啊等等，少于1年都是属于短期资本收益。它的税率呢，就是和你的普通收入的税率是一样的。那它是按照你整体收入的不同，在10%到37%之间。这张呢是2023年税务年度，你普通收入的话，联邦税率是多少？全部都是美国居民啊，但是你单身的状态，或者说是夫妻合并报税、分开报税，或者说是一家之主。一家之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一个人，但是呢你带了一个小孩也好，或者说是老人也好，他们是作为你的 dependent， 就是你要负担他们超过1半的费用。这个呢，这种身份呢，你就属于一家之主了。那这些不同身份，它不同的税率和额度。炒股的朋友呢，比较会多的遇到 wash sale 的问题，特别是你做短线或者日内的，这个真的是避无可避。wash sale 呢，就是你卖出股票之后，在30天内你又买回来，这个就构成 wash sale 了。而且你同一个人，就算在不同的券商、不同的账户之间的买卖，只要是同一只股票，它也是算作 wash sale 的。
举个例子吧，小明呢在2023年的时候操作了一波英伟达，他在8月24号的时候以500的价格买入，然后在9月20以430的价格卖出，过了几天之后，在10月6日又以450的价格再次买入。那他500价格买入，430卖出的时候，就产生了$70的损失。但是呢，又由于他在30天之内，也就是在10月6日，又以450的价格再次买入了同一只股票，这个时候就产生了 wash sale。那就使得10月6日的这笔成本呢变成了450，加上之前的损失70，就是它的成本就变成了520。那你在10月6日买的英伟达，持有到2024年，你仍然不卖的话，即便你在2023年的时候产生了70块钱的损失，但是呢，你仍然不能在2023年的税表当中抵免这些损失。wash sale 的损失呢是不能抵税的，但是呢，这并不是说你这70块的损失就被吃掉了，它只是作为一个 credit 放在那边。那如果你是这边买入的，然后你一直持有到现在2024年，就算你是在这边卖掉900卖掉的吧，卖出了之后呢，你的获利是900减去520，然后你的获利是380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税收是按照380来计算的，而不是10月6号真正的买入价格450，这个70块钱损失就在这里帮你抵消了。再来看长期资本收益，长期资本收益是你持有这个资产的时间呢需要大于1年，然后它的税率就会比较低一点，分别是0%、15%和20%这3个档位。那相对于短期资本收益10%到37%来说呢，少了几乎一半。这个是2023年度长期资本收益税的税率。那可以看到，如果单身的话，你长期资本收益在4万4以下，你是不用收税的。那你要在49万以上的话，税率是20%。不管是短期资本收益还是长期资本收益，在券商这边收到的税表呢，都是 1099B 1099 Dividends 的表格，你可以在券商这边下载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边就是分短期的收益和长期的收益，然后这边还有你 wash sale 的 amount， 就是数额，都会在这张表上面显示了，你只要把这些数字打到你的报税软件或者给你的会计师就可以了。再来说一下股息税，股息税的话，它其实也分2种，一个是合规格的股息，一个是普通的股息。什么叫合规格的股息呢？就是合规机构发行的，美国国内的机构，或者说是符合国税局要求的海外机构都是可以的。那你持有的时间呢，是在121天当中持有60天。那这一类的股息，那它会收一个比较低的税率，就是0%、15%跟20%这3档，类似于长期资本收益税率了。那除了合规格之外，当然还有普通的股息。普通的股息呢，它的收税呢，就是按照普通的收入来收税，类似于短期资本收益了。那它的税率也是在10%到37%之间。这个呢就是1099股息的表格，一般券商也是会给你的。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1的位置呢就是一般的股息收入是填在这边的，那合规格的股息收入呢是在1B 这边填入的。所以说你如果拿到1099 DIV 就是 Dividends 的表格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数字，哪些是合规格的，哪些是普通的，它的征收税率也是不同的。还有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利息税，利息税的话当然是按照普通收入的税收，然后是10%到37%之间。当然如果是你买的是国债本身的话呢，它的州税是免的，联邦税还是正常的交。刚才说的都是赚钱的状况，那如果是发生亏损的话怎么办呢？如果你当年买卖股票也好，或者是做任何其他的投资产生亏损的话呢，你可以抵扣$3000的损失。这个举例说明比较方便，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呢，我做股票长期投资收益呢有3000，但是亏损了6000，所以实际上长期投资收益亏损了3000。短期的话赚了5000，赔了9000，然后短期投资的话亏了4000块钱。整个2022年的熊市亏损了$7000。那我可以抵扣个人收入的话呢，每年的限额只有3000。那比如说是当年的话，家庭收入是15万的话呢，抵扣完3000，我需要付税的额度呢是14万7000。
那抵扣完3000之后，还剩下4000块钱怎么办呢？他就放到下一年2023年去抵扣。在2023年的时候呢，日子比较好过，长期收益的话是1万，亏损2000，长期的话投资收益是8000，那短期的话盈利9000，损失5000，那短期投资的话收益是4000，所以说2023年整个投资回报的话有1万2，但是呢，我这1万2不用全部报税，之前还有4000块钱没有抵扣完，可以放过来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4000，我是抵扣掉短期的投资收益呢，还是长期的投资收益呢？那我肯定是抵扣短期投资的收益的，因为短期投资的话，如果我有盈利，我所需要的付的税收呢是10%到37%那一类的。那如果说是长期的投资收益呢，我付的税就会少一点，0%、15%、20%那一档位的。所以说我们在做余额抵扣的时候，尽可能的把短期的收益给抵扣完。最终我短期投资的收益的话，抵扣完就不用付任何税收了，剩下来8000块钱都是长期的投资收益，那我只需要付长期投资收益的税就可以了。说了那么多付税的问题，我们看看怎么省税吧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尽可能把你的投资变成长期的1年以上的，有一些股票，比如说你可卖可不卖的，那你尽量把它拖了时间久一点，做长期投资，这样子时间1年以上的话，你所需要付的税率呢就会大大下降。还有个方法是税务抵免，比如说年底的时候，你可以卖出一部分亏损的股票，那等到来年的时候，你再把它买入，当然是在30天以上啊，不要发生 wash sale 的情况下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这部分亏损的股票的金额可以抵消你获得的那些盈利，可以让你少付税。还有就是用税收优惠的账户来炒股，这里面最推荐的当然是 Roth IRA。Roth IRA 的好处是你在里面的钱，所有的盈利部分都不用交税的。虽然说它是个退休账户，你也需要到69岁半之后才能取出来，但是里面钱的增长，比如说你原来里面可能是10万块钱，等到你69岁以后呢，它变成100万了，这其中的90万的盈利你全都不需要付税，拿出来也不需要付税。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账户。还有一些其他的延税账户，虽然不是完全的避税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延期付税，比如说公司给的 401k、403b， 或者是传统的 IRA， 或者说是一些自由职业者自己付的 IRA、SEP IRA 或者 Simple IRA， 这些呢全部都是退休账户，它是用你税前的钱打入进去，然后你在里面的投资收益呢，你不用当场付税，只有在你退休之后把钱领出来的时候，你才需要付税，这起到一个延期付税的目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灵活的医疗账户 HSA， 这个是对一些符合要求的医疗保险，就是高抵扣额的医疗保险，可以用到这个账户。你在里面存钱，那钱如果用不完的，你可以逐年累积，那这里面钱你就可以作为投资，然后呢，这些收益的话也是延迟付税的。那非美国地区的居民报税呢，其实也分2种，一个呢就是你不住在美国的，你可以在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新加坡，你开了个美股的券商账户，这个时候呢，券商会让你填个 WBN 表格，填好了之后说明你所在地是哪里，根据你所在地呢会产生一个税率，这个券商就会把所有的费用帮你扣掉了，然后年底的时候呢，你其实是不用报税的。那所代扣的这些税率呢，不同品种的税率是不同的。比如说你的资本收益，就是你买卖股票产生的收益，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，都是免税的，这个就很开心了。那如果说是股息，公司给你发股息的，这些股息呢，你是要收30%的税收的。但是呢，它不同国家会有一个不同的额度，一些跟美国签订了贸易互助的一些国家呢，它的税率就不一样，像中国大陆的话，它的税率是10%，那墨西哥、俄罗斯、日本都有不同的税率，这些税率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动，但是近2年中国大陆都是10%没有变，但是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新加坡全部都是30%，目前是这样子的。利息的话呢是，如果你单纯的就是债券或者是美国国债产生的利息呢，这个你是不需要交税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是
购买一些基金类的产品产生的，他说是说基金类的国债，或者说国债的 ETF， 这些所产生的一些分红啊，它就是属于股息了。那股息的话，你就是按照正常的30%或者是特定国家的税率来交的。还有一个特例的情况，就是留学生的前5年，或者是访问学者前2年呢，你们呢是虽然说你居住在美国的时间是挺长的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把你当作外国人来对待。那你需要报的税表是1040NR，非美国居民的一个税表，你是需要报税的，不像是完全不住在美国地区的，它是不用报税的。那报税是报 NR 税表的，然后你只需要报来自美国的收入，那不在美国地区的收入呢，你就不需要报给国税局了。今天就大致把美股投资产生的一些税务问题讲了一遍，其实讲得挺匆忙的，每个细节都可以单出一期来讲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呢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或者跟自己的税务师进行探讨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